宫廷四大抓的头牌抓炒虾仁。我做的这道菜呢，也是和很多著名的北京的老师傅学到的精髓。这道菜口稍微一重，立马是什么结果？拉出去砍了。做抓炒不调碗圈的，那都叫什么？流氓。没错，这个配比可是非常的精准，才能做出正宗道地的宫廷四大抓之首抓炒虾仁。调配好酱汁儿，直接开始抓虾。大家经常会问啊，到底什么叫抓炒？手和食物不断的接触，达到了抓入味儿、抓上浆。我以为是抓着炒虾仁。别闹，抓到了薄薄一层糊，稍微的放点油，形成了完美的酥脆口感。咱们先做抓炒虾仁，第二个做抓炒鱼片、抓炒里脊、抓炒腰花，都吃过。好家伙，一看就一副帝王相。把这个虾稍微的捋一下，油锅6成热，一只一只的提尾虾。这油面上面漂浮的任何的小颗粒的淀粉，都有可能成为定时炸弹。夏叔真的是特别担心朋友们去学了我的这个菜以后受伤。轻轻一颠，哎，你去哪儿？5秒定律。颠散以后，虾仁再次回锅。抓炒虾仁的完美口感一定是表面是小酸小甜，带着淡淡的焦脆口感，但是里边的虾肉一定得是鲜嫩多汁。虾仁出锅以后不需要刷锅，脱汁儿，浇上点热油，激活这汁儿，虾仁往锅里边一滑。这个时间段手勺是不能去触碰锅里的虾，翻锅不能超过5下。宫廷四大抓之抓炒虾仁开涮。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菜，90%的厨师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——金门老爆三。天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中国还在被外国的那些列强欺负的时候，在我们天津有很多的租界，还有很多的海外过来的外商啊。所以说，在天津的饮食文化里边非常的丰富。你在家里边会做腰子菜吗？不会，主要太骚。骚可以用哆来咪来去解决掉它。骚骚啦，哆来咪，嚯！刀工也是极其的要求严苛，对这些的老菜一定是抱着12分的崇敬。正面刀口一致，翻面形状完整，这就叫活儿，我亦无他，手熟耳。在天津呢，一般都没有人叫大哥，都叫儿哥。就是我打小是在天津人的人群里边长大的，母亲那个工厂是从天津外迁过来的。刚嘎完腰子又拉干，能好吃吗？你把那妈蛋去了，真香啊！3样食材各自腌制。这道菜的腌制方式呢，是上浆和挂糊融为一体的过程。这菜其实也是做给懂行市的人。你要不懂这人，你哪知道后边有这么大的功？没有这些功准备，你哪能吃到后边的一些美味儿？为什么说晋菜从鲁菜里边脱胎出来的呢？是因为大家知道，在我们的天津菜里边以咸鲜为主，旺火快炒，善做趴菜，都是我们传统的鲁菜里边特有的技法。做爆菜不调碗芡，那就是耍流氓。葱姜蒜泡在汁儿里，葱姜蒜有50%的香味出来。一会儿有个重要步骤，如果说是做天津菜，没有这一口花椒油，他就不敢说是正宗地道的天津菜。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字儿，炖着，等锅里的花椒持续把它的香味沁到油里边，才能形成了花椒油的浓香。火力保持着5成热，肉片从入锅到出锅保持黄金时间30秒。7成热的油温，腰花猪肝一起入锅，从入锅到出锅黄金时间30秒。90%的厨师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：控进酱汁的葱姜蒜，边边炒炒，这味儿才能充分的100%的释放。3样进锅，酱汁入锅，快速的锁住所有的水分，放点青红椒，传统没有啊，夏叔自己家的。老爆三临出锅之前的2个重要的味道，一个是出锅蒜，花椒油，这就是经典的金门老爆三。开涮！米饭的做法千万，今天分享的经典中的经典，炊饭里的天花板，广东辣味煲仔饭。香米简单清洗，时间不要超过30秒，洗掉表面的灰尘，仅此而已。洗净的大米，咱们再次回盆，纯净水浸泡30分钟以内。夏叔今天是尽量把这个价值100万的煲仔饭豉油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的。砂锅一口，提前熬煮了6个小时的高级浓汤。直接拿汤拌饭，汤渣都够聪哥下3碗饭。美丽的高汤，这算是咱们的豉油底。这个豉油在我们两广地区还要加一个字儿，叫做豉油黄，就是酱汁的天花板。浸泡干香菇的香菇水，头道的酱油，鲜香鱼露，老冰糖，咸甜均衡，自然香。调配少量的老抽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煮它20分钟。咱们开始直接上锅，肥美的猪油均匀的涂抹在锅子里边，
这个米水比例是我们煲仔饭的又一灵魂所在，一直保持大火状态，完全让它快速沸腾。哎呦，打开锅盖，那真是米香十足。轻轻的搅动以后，开天窗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热气会随着咱们这些洞孔均匀的溶散在锅里边。咱们接下来就是辣味煲仔饭的灵魂所在。这广式腊肠啊，我觉得是这个二肥八瘦的这味儿做出来才香。平时啊，我都会用煌上煌28特级腊肠，他家1斤猪肉只能出6两腊肠。这个腊肠一定让它们埋在米饭里边，随着温度不断的上升，让里边的2分油脂逐步融化，才能形成一个均匀的香味释放。咱们小火焖它12分钟的时候，沿着这个盖子的边缘淋上花生油，拿起锅子，均匀在这炉灶上面，让它慢慢的转动，让它局部受热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锅巴。一定得是生吹成熟以后，每一根腊肠油光四溢，那真是美味可期。把这腊肠啊剪成一段段以后，盖上锅盖，咱们再焖它2分钟，开盖。哎呦，哇，这腊肠也熟着，慢慢的。那当然了，煌上煌28腊肠可是第5代广式腊味非遗大师监制的，这样能狠狠地锁住糖酒香。他家的特级腊肠啊，现在有5种口味，原味、薄盐、陈皮、冬菇，还有季节限定的玫瑰，都可以试试。腊肉腊肠天玉府，鲜蔬嫩笋衬琳琅，砂锅底下结焦香，舌尖品味韵悠长。世界炒鸡看中国，中国炒鸡看山东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正宗道地的临沂炒鸡，主角一定得是倒挂金钟的呜呜呜。没错，炒鸡一定要用小公鸡，一个火燎砍，2切，手起刀落，炒到饱了，3下5除2，解鸡。下述今天就给大家解密临沂炒鸡的炒鸡酱。这些香料大家一定要洁瓶保存，香辛料给它洗干净以后打碎成末。香料有了，酱料也必须不能缺席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味道，大姜。大葱提前切，大蒜现拍的，姜片多来点儿。万事到位，咱们直接上锅。炒鸡的炒是至关重要，一定要把锅子烧热，塞给担当的姜片。天哪，姜片给它煎炸到有些的抽巴，捞姜。这个阶段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，锅子给它溜透了，鸡肉要手不抖眼不眨的快速给它推到锅里边，均匀的给它摊散。2分钟之内你不要去动它，循环转动锅子。这个过程呢，也是让鸡肉出油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油脂一定不能是浑浊的，这才是咱们鸡肉炒好的一个重要标志。保持一个继续的大火，不停的翻炒，翻过来嫩嫩的鸡肉这个地方，2、3分钟咱们不动锅，听到锅里边噼噼啪啪的芝麻爆裂的声音，咱们就可以顺畅的炒鸡了。你瞧瞧，糊了吗？糊，这叫焦香，烦死了！保持一个最大的火力，让鸡肉在锅里边愉快的上下翻飞。炒鸡香料粉来它1小勺，大葱1半的大蒜，姜、干辣椒、花椒、麻椒，一定是我们临沂的花椒，才能做出我们美丽的临沂味道。炒鸡酱，继续的还是一个字儿，炒，暴力的翻炒，香味尽显，红润颜色尽出的时候，正式的调味，花雕酒淋撒锅边，酱油在这个时间段才能够华丽登场。加热水没过鸡肉1半就好，还没到点儿呢。最后一小步，1半的拍松大蒜、大葱、青椒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滴答。出锅之前一定要稍微的放上1小勺的忌讳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，我们山东的临沂炒鸡这就齐了。跟着下厨一起开涮。时间、速度、温度、火候，就在这毫厘之间，成就了经典的四川味道。喝汤吃肉的酸菜鱼，瞧给这气的，不争气不争气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这个酸菜鱼的时候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北京友谊宾馆，在四川厅有一个老爷子叫孙明建，那老爷子手把手的教的我甜烧白、酸菜鱼、干烧鱼，这3个菜都是老爷子全国烹饪大赛那都是得金牌的菜。你别小看这么一道经典的川菜，这家餐厅不管多大，它有这一道菜成为招牌，就能叫单菜开店。正式的腌制，你今儿学会了下厨这个方法，不敢说正宗，真是希望在尽量正宗的情况下做到完美。真是每次做到这种老菜的时候，敬仰之心呢掩饰不住。我记得我上一次做这道菜的，还是在北京电视台的一档真人秀的节目里边，给70年代在川藏线跑车的
的老兵，为了找这个酸菜，跑到了四川驻京办，才找到好酸菜。酸菜鱼的酸菜，你以为就只是这么简单吗？必须得有泡姜和泡椒。你吃过正宗的酸菜鱼吗？吃过除了我做的以外，没有？要想你熬出来的鱼汤汤色奶白，鱼先下到锅里边，保持大火，不要去触碰它，形成了完美的胶壳状态。翻口锅啊，轻轻松松，花雕酒一烹，带走鱼肉的腥膻味道，咱们就可以放水了。一定要倒开水。谁说的？全网都说煮鱼汤必须用开水。夏叔跟你说，咱们拿冰块也能煮出味道奶白的鱼汤，这就是和冰煮羊的效果是一样的。你用这种方法去煮个鱼汤，鲜度会更加上一层楼。没翻车。这小子没安好心。淮扬名菜里边有一道拆烩鲢鱼头，里边完全的汆熟煮透以后，去掉所有的骨头。如果你们想看，在评论区里艾特夏叔，夏叔安排。夏叔自熬大猪油，姜片入锅，蒜片往锅里边一推，泡姜。需要包几公分？你得看看那米袋子里边还有没有米了。没有经过炒过的酸菜，不可能出现这种经典的味道。这味儿闻一口得酸一个大跟头。冲鱼汤做酸菜鱼放白醋的都是耍流氓。好的食材无需过多的烹调，完全凸显了食物本身的自然味道。来，阿聪，给你展示个绝活，端锅倒汤，稳稳当当，一招实现大厨级操作。哇，这是什么高科技啊？这是古镇酱精铁锅，螺旋锅底，聚合快，旋风垂纹不易粘。好轻啊，随手颠锅。它特意做的底厚壁薄，轻量化设计，没有涂层更健康，一锅就能实现煎炒炸煮。有喜欢的快去看看呀！酸菜鱼的最后一步，撒上点小蒜蓉，热油淋浇，点燃着最后一抹酸爽味道。开涮！这个肯定是没有任何作假啊，这是一条完全透不了光的红布。耳听，手感，节奏一定要均匀。左手的距离就像是一把尺子一样。哎呦！吓你一跳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刀走青瓜，浪作文，玉蝶游丝，卧厨尊。我嫌岸上玲珑计，一蓑翠影落清痕。所以说，做什么事情，只要是用心，只要是肯苦练，没有什么。盲眼圈算什么？气球圈。夏叔玩的就是真实，气球上切黄瓜，大家可能在《舌尖上中国》都有见过。今天夏叔让大家在夏叔厨房眼见为实。夏叔其实想通过这么一个展示，告诉大家伙儿，你们其实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手好牌，这可是真气球啊！喜欢我的内容，可以点击视频下边的抖音精选，给我投票开炫。